宽阔的肩膀，强壮的三角肌，不光能让你的上肢肌肉具备更强的视觉冲击力，穿衣服更有型，更能让你出场自带 BGM。大家好，这里是 Eric 练台，我是 Eric。这期视频我将教大家如何练出好看的肩部肌肉，增加我们的肩宽，并从科学的视角为你罗列出最高效的几个练肩动作，以及一些训练者常犯的需要规避的错误。然后视频最后我精炼了2套分别适合健身房和家里的快速练肩方案，大家可以戳个3连，并加入到自然杂中，跟着一起练起来。想要让肩变大变宽，我们就需要多花时间去训练我们肩部的三角肌。三角肌包含了前束、中束、后束3个部分，它们分别负责我们手臂向前、向两侧以及向后的一系列动作。要实现肩部尺寸的整体变大，我们就需要针对前束、中束、后束分别来安排训练。有研究者针对三角肌进行了一项肌肉激活程度的研究，分别测试了三角肌在多个常见的训练动作中各部分的电信号。测量值越大的话，则说明该部位在这个动作下激活程度越高，那么收益也就越高。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三角肌前束来说，推举动作的效率最高，紧随其后的是颈后推举、卧推以及对卧式前平举。推举毫无疑问是我们需要优先选择的训练三角肌前束的复合动作，它是增大我们肩部肌肉体积最经典的动作之一。在健身房，杠铃和哑铃推举都是不错的选择。哑铃具有更高的灵活度，对平衡性的要求更高，而杠铃则可以添加更重的重量，所以两者你都可以换着来使用。如果你的核心不够稳定的话，我们还可以坐在凳子上来完成。当然，如果你是在家里又没有哑铃的话，那我们就用弹力带或者是带把手的水桶来进行替换。如果要从后面3个动作中再挑选一个前束动作的话，我会更建议卧推。首先，卧推对前束不光有着不错的刺激，同时还能训练到我们的胸大肌。这对于很多时间较为紧凑的训练者来说，不失为一个一石二鸟的办法。如果你觉得平板卧推给你的肩部刺激不够的话，我们还可以换成45度角的上斜卧推，可能更适合你。要是在家里训练的话，我们就可以采用最常规的俯卧撑。难度稍大一点的，可以安排垫脚俯卧撑或者是冲肩俯卧撑。至于为什么不选择杠铃颈后推举虽然它在数据上有着不错的表现，但是我不太建议新手去练习这个动作，因为如果肩关节活动度不够，或者是动作不太标准的话，会有一定受伤的风险。来到中束，中束是整个三角肌中对身体的宽度贡献最高的一个部分。数据显示，在测试动作中，中束响应最高的动作是倒水式侧平举。什么是倒水式侧平举呢？就是在常规侧平举的基础上外加了一个大拇指朝下的，像是在倒水一样的动作。但这个动作我真心不推荐大家去练习。虽然它确实能给中束带来极佳的刺激和充血的泵感，也虽然有很多优秀的训练者练习这个动作，但是有一说一，在侧平举的基础上，如果加上这个倒水的动作，也就是肩关节的内旋，会导致动作在到达顶峰的时候，肩峰下的空隙变得极为狭窄，容易挤压到我们冈上肌的肌腱，久而久之就会带来炎症，发展为肩峰撞击症。虽然也存在个体差异，有的人就不会练出这个问题，但既然有可替换的动作，我们也就尽量不要拿自己做小白鼠了。这里小伙伴们可以自查一下我们就做个简单的侧平举动作。如果当你的大臂和身体的夹角在60到120度的区间，肩部伴有疼痛感的话，那么就要给自己提个醒了，可能肩峰撞击症已经找上你了。这里挖个坑，要是大家对肩峰撞击症的自我复健感兴趣的话，后面我可以专门开一期这方面的内容。如果我们把倒水这个细节从动作中剔除掉，常规的侧平举依然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训练中束的动作。这里可以教大家一个小技巧来提升侧平举的效率。我们可以让上半身略微向前倾斜但依然保持掌心向下，双肘微屈，然后双手在竖直面内进行移动，我们抬高至水平的高度即可。此外，我们还可以采用表格里面的另外一个动作，就是器械反向飞鸟。虽然这是一个经典的训练三角肌后束的动作，但只要我们稍作调整，双手对握把手，并让肩部做一个轻微的外旋，同时挺起我们的胸口就可以让中束在这个动作中参与更多，得到足够的刺激。如果你是在家里训练的话，就可以用哑铃、弹力带或者是水桶来做常规的这个侧平举就足够了。至于后束，刚才提到了器械反向飞鸟就是一个不错的动作。不过在这里我们无需像刚才那样挺胸对握再加一个肩外旋，我们只需要掌心朝下即可。除
除此之外，我也比较推荐大家去做绳索面拉。这个动作不光能强化我们的后束，还能增加我们肩部外旋的力量，提高肩部的稳定性。我之前在健身房经常看到有人这样去做这个动作。停，正确的做法应当是肘部不用抬得过高，而手要略高于我们的肘部。如果我们是在家里的话，就可以拿2个小哑铃、弹力带或者是2瓶矿泉水来做俯身的反向飞鸟即可。根据这篇2007年的研究，我们三角肌的前束、中束、后束的肌肉纤维中，慢肌纤维占据了绝大部分。这就意味着我们肩部肌肉并不需要采用特别大的重量来练习，除了部分复合动作，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推举、卧推等，其他的都可以采用小重量、高次数来进行训练。这里我会分别给到大家在健身房和家里训练的2套动作，每次花上20分钟即可完成。如果你已经具备一定训练水平，可以在此基础上每个部位再加一个动作至于训练的频率，我们只需要等到肩部肌肉从上次的这个训练中恢复过来了，不痛了，就可以开始下次训练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这是谁说卡的电台，我是 Eric，咱们下期见。